这栋长得好像香港的九龙在城哦。我小时候印象它就长这样。中立夜市特产蛇肉汤，你要不要喝一下？哇，蛇肉汤先不用好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早安，我是一路一路。前面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小时候成长的故乡，那今天也带大家来看看我老婆小时候的故乡哦。在中立这边，我从小时候到大学2、3年级左右都住在中立这边，但之后搬家出社会，就其实比较少回来中立，所以也蛮好奇现在中立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好，那就有请曾经的地头蛇带我认识一下中立到底藏了什么。走。位于桃园市平地中央的中立区，旧称干那列，是由于早期汉人垦拓当地时，其位于中立台地上由新街溪与老街溪纵贯形成的2大涧谷。客家话称涧谷为列，因此称为干那列。另一说则是早期为平埔族的凯达格兰族干那列社所在地，清代汉人入垦后改为干那列。其后由于地处竹堑以及淡水之间，故取竹堑淡水中间的立地之意而改名为中立，为众人所知。中立区的面积大约76.5平方公里，人口大约43.5万人，至今是桃园市人口第2大区，也是全台湾人口第3多的乡镇市区。这里是中立火车站以及中立圆环的旧址，目前看起来似乎正在施工。我们刚刚开场的地方其实是中立的临时站，那现在这边搭起来是因为呢，其实中立火车站和中立圆环被网友戏称是最丑的火车站。什么？网友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在想啦，可能是因为这边车多人多，再加上旁边的建筑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蛮密集的，也比较老旧，所以可能才因此这样被称呼。但不过它中间已经有经过第1次的改建计划。我记得之前它是先把这边圆环填平，变成那个 U-Bike 租借站。那后来因为桃园这边要铁路地下化，所以又整个打掉，又重练。哇，期待它锐变之后的美样。中立火车站是桃园最繁忙的车站之一，在1893年清政府于台北至新竹间铺设铁路，同时设立中立火车码头，是中立站的起源。甲午战争后，台湾总督府铁道部将当时彰化站改建所拆卸之木材料用于中立站之改建，于1918年正式启用。当时的车站还是木造站房，随着乘客数量成长，车站经历多次扩建与改建。若把临时站也算进去，全新的3铁公共站体将会是中立车站的第6代。近年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并与桃园捷运绿线接轨，2020年时启动地下化工程，以期将车站转型为立体化复合式交通枢纽，成为台铁、桃园捷运机场线和绿线的交汇站。预计于2033年完工启用。在2024年6月15日旧站营运的最后一天，车站还特别设置了启程离旧，迎接中立新未来的倒数计时留言墙，邀请旅客一同见证100年车站的告别时刻，也迎向崭新中立的交通未来。在中立火车站旁边这栋建筑物，它原本是新竹客运中立总站，后来因为它停止了桃园这边一些的营运，所以现在是亚通客运接手，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中立南站现在居然变成机车停车场跟泰国烤肉，超神秘的。现在这块是中立的前站，所谓是前站，就是我们中立的，就是会以中立火车站为界，然后面向商店街比较多餐厅逛街的地方会叫前站。所以这边是市中心咯。没错。哇，这间电小时从以前就还在耶，里面的冷气好凉哦。不错哦。这间火车站对面的葱油饼是有几10年的老店，
虽然只是一间小小的店面，但却是老婆那一代学生时期的回忆。经典的街边小吃铜板价，葱油饼很单纯，只有加蛋与不加蛋的选择。另外也有丹麦酱料以及生面团。这间店早期是用半油炸的方式呈现，所以以前老婆都说它是很油的葱油饼。后来据说因为现代人注重饮食健康，老板细心改良后，以煎的方式取代油炸，让面皮仍保有蓬松以及焦香的好味道。现场吃起来确实不会很油腻，饼皮咸香咸香的，还不错。一心葱油饼good哦，这个真的是中立学生下课之后都会来买，我每次经过都在排队。所以中立的学生大家都是上下齐心，只吃一心吗？没错，现在赶快来回忆一下，吃起来。我小时候味道一样。哇，味道不变哦。饼皮咸香咸香的，还不错。在一心葱油饼旁边，这个有着桃园西门町美誉之称的中立火车站站前商圈——中平商圈，是全台15大徒步商圈之一。中平商圈是由整条中平路以及周遭的中正、中山、延平等路段组成。整个商圈有数百家商店，从服饰到美食都可以在中平商圈一站购足，是老婆以前买衣服、逛街的好所在。据说以前这里是店巴嘎，后来才整修为人行步道。中立火车站周围最特别的新兴景象，就是有着数百家东南亚商店以及摊贩，一时间真的会让人怀疑这里是台湾吗？这是因为桃园是全国最多工业区的县市，也是外籍朋友最多的城市。根据劳动部统计，桃园共有11万多名的外籍朋友，占比全国15%，这也使得桃园、中立2大火车站成为外籍朋友的生活圈，所以在这一带也可以见到不少外文招牌，仿佛小东南亚的存在，让你即使身在台湾，也可以品尝以及买到道地东南亚风味的各式小吃。这间内部规模颇大的东南亚超市 RJ Supermart， 网友们称为东南亚版的 Costco， 贩售着东南亚食品、零食以及生活用品，从台北到台中都有分店。喜欢东南亚美食的朋友们可以来这边逛一逛，挖挖宝哦。既然来到了小东南亚，必须要来感受一下异国风情。我们来到了1981咖啡，品尝一下越南咖啡。位在3楼的1981咖啡，可以俯瞰中立火车站的景色。之所以叫1981咖啡，是由于老板出生于1981年，非常的直白。老板虽然是越南人，但中文流利，菜单也有中文版本，大家唔免惊。店内除了贩售咖啡饮品，也有提供越南传统美食，不管是吃正餐或下午茶都 OK。我们点了越南传统咖啡以及越南拿铁咖啡，再来一份牛肉河粉。越南咖啡加入了我最爱的炼乳，属于厚实系的苦甜咖啡。拿铁咖啡的奶香以及甜味则是更突出，对于蚂蚁人的我来说刚刚好。哇，它的越南咖啡好浓哦。然后这杯是越南拿铁。好甜哦，非常适合你的饮品呢。喝它就对了，单点。牛肉河粉汤头清爽，搭配金桔柠檬以及鱼露辣椒酱，更添层次。宽版的河粉吸附汤汁，趁热食用，口感一级棒。里面居然有2种肉这种面我们好像没吃过，之前吃好像是那种比较 Q 的，它好像是比较扁的这种。好吃的，居然有越南文的小叮当哇，所以小叮当也会说越南话咯。在中平商圈旁这个连接前后站的元化路地下道，老婆说提到中立火车站的回忆之一，也一定少不了它。对中立人来说，可是历史悠久。全长370公尺的元化路地下道，自1984年通车以来，因配合机场捷运中立延伸线施工，于2019年完成回填并铺设道路，让整个车站站前行车动线更顺畅。
在台湾不少城市的火车站旁，似乎都有一栋年代已久、曾经风光一时，如今却人去楼空，满是传说，犹如九龙再成的商业大楼。中立的财神大楼就是其中之一。这栋建于1979年的财神大楼，紧邻中立火车站，可说是当地的黄金地段。开幕之初，风光无限，曾是集结电影院、饭店、百货商场以及旋转餐厅的商业大楼。然而火灾之后，加上经营不善而日渐没落。从老婆小时候的印象就是这般残旧不堪，斑驳的外观与阴暗的空间，也让大楼充斥着种种都市传说，当地人敬而远之，甚至称之为鬼楼。所幸桃园市政府近年积极推动防灾型都市更新与公办都更，财神大楼也终于被纳入重建规划中。那就期待财神大楼重获新生后，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财神大楼咯。这条热闹的中正路也是老婆以前逛街买衣服的地方。这栋地球村 and 葛洛丽英语，据说岳母以前是在这边上班，老婆放学后会搭校车到这边，再跟着岳母一起下班走路回家，好温馨的感觉。刚刚逛完了中平路跟中正路，就是我们以前主要逛街的商店。然后我是觉得主要干道跟以前差不多，但就是店家换了不少，也多了很多异国的店，就有点像是国外唐人街啦。所以这边是中立版的小东南亚吗？对耶。嘿嘿，我老婆约我在一个很神秘的会面点见面哦。这边是光南，就是以前我们跟朋友约，除了约火车站，另一个地点就是约光南这边。光南也是我们学生时期买文具啊、生日礼物，很多地方都在这边买的。そうですか。学生的百货公司啊。这边超多笔，就是它。1楼的装潢我有点没有印象，但2楼印象深刻，就是一上来就是这边一整排的笔，那时候就是非常喜欢逛这些，就是虽然没有会读书，但看到这些笔就是觉得很兴奋。然后文具富豪，对，然后看这个纸也是以前就是这样子，就大家会拿来写说这个笔有没有水。光南还是一样哎，什么都有卖哎，品相齐全。如何？你第一次逛光南后？坦白讲，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进去光南里面认真的走一走。它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哎，原本我以为它只是一般的文具店，殊不知里面品相齐全，好像小北百货。真的什么都有卖，超酷的。那你什么时候要约我在这边碰面啊？嘿嘿嘿。这间经营70年的老字号冰店榕树下绵绵冰，原名是龙发冰果店，后来因自家门口种了一棵榕树，以及创始人爷爷为学校老师兼主任，会奖励课后帮忙务农以及校务的学生来家里吃冰。久而久之，大家总是喊着“行，来去榕树下吃冰”，所以改为榕树下冰店。最经典以及热卖的是绿豆以及红豆的口味，甜度刚好，不会有生豆味，口感入口即化。夏季时也会贩售季节限定的芒果冰，也是颇受欢迎。老婆说，这间店几10年来口味以及品质不变，是真心的推荐。而且店内仍保留使用超过100年的长谷川冷凝古董制冰机，是这间店的镇店之宝。小时候这间就有了，这间榕树下绵绵冰啊，而且这间店人好多，生意好好哦。从以前都是这样，夏天生意都爆炸好。我点了牛奶冰，你看它一脸就是非常绵密的样子啊。对，然后我是点小时候的古早味红豆冰。好，我记忆中它最一开始就是卖绿豆、红豆这种比较古早，但现在就有什么牛奶啊、芒果这种比较新式的冰。哎呦，跟随着时代的进步哦。没错。好，那就让我们来试一试，如何？味道一样吗？味道一样，还是一样？真的是很绵，而且里面是有那种大红豆。长大才发现它的红豆冰它是大红豆，然后但我们现在常吃到的都是那种小红豆。对，小红豆。而且它的这个红豆冰啊，是已经浓到吃起来，我觉得有一点格格的，有一点稠稠那种感觉。对对，我真的小时候它是那种保利龙盒那种，像便当盒那种，然后满满一个，然后才
30-40块而已，超级便宜，就是买回去就很像提2个便当这样子。现在我记得我爸都会一次就是买好几盒，然后冰在冷冻库。哦，那不就是我岳父吗？这一间位于光南旁边的榕树下冰淇淋，我老婆推荐大家来吃。好可惜哦，今天礼拜天这间没开。这间叫水电行卤肉饭，就是好像是说老板以前做水电，后来改卖卤肉饭。就以前我妈妈下班之后的晚餐都会买这间的卤肉饭跟意面给我们吃。哇，好可惜哦，很可惜哦。这间大润饼也是以前小做晚餐常吃的。中立车站这边有2间润饼店，一间是这间实际润饼，另一间则是火车站对面的刘家润饼。老婆的朋友比较常吃的是刘家润饼，但老婆家因为岳母在这附近工作，所以比较常吃实际润饼。这一间的润饼皮是现场制作，保证新鲜，提供原味、辣味、芥末、咖喱等多种口味。2间的润饼都是55元，性价比非常高。这间以古早味面食闻名的老巷小馆，据说也是中立的排队名店之一。还有2个菜包，2个菜包是荤的，没有吃素啊。对，中立这边有2间菜包名店，就是这间三角店，还有旁边的刘妈妈，各有拥护者。但我们家还有我朋友都是吃这间。这一间三角店客家菜包创立于1988年，贩售传统客家米食。其店名三角店是源自位于中正以及中丰交叉路口的地理位置，形状犹如三角形，故得名三角店。这一间店的招牌菜包外皮是以糯米制成，内馅包含萝卜丝、香菇、虾米、绞肉等等，传统客家味道，口感香 Q， 而且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老婆说是一间勤奋自己的优质店家。杨元美金店以及美华肉松店这2间都是经营多年的老店。杨元美金店其黄金首饰品质有口皆碑，据说过去可是有钱人才光顾得起的地方。美华肉松店的肉松肉干征服了好几代人的味蕾，至今仍是许多中立人心目中的 No.1 伴手礼名店。位于曾经是中立最热闹市中心之一的联合大药局开业已久，不只是地方上老字号药局，更可说是中立地标之一。据说早年还是广播节目中常常被提起的指定药局，许多人从小听到大，在这里不只买药，也能买回一段旧时记忆。这边是以前的第一市场，那因为它外观有一个大时钟，所以其实我们都叫它这边是大时钟。它跟火车站光南是并称 Top 3的集合地点，所以要约的时候我们都说不是火车站就是光南就是大时钟。这栋大时钟以前就是有点是围楼啦，所以其实黑黑旧旧的，我小时候都不敢进去，以为它是鬼屋。后来就改建成现在这样子比较新潮的复合式大楼，然后还是保留上面有个大时钟的元素。我们现在身后这条是老街溪，它就是有流经中立、龙潭跟平镇。其实小时候我对这条溪的印象也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排水沟啦，就是有点脏乱，然后又有恶臭。但现在来它是已经是经过整治了，所以整个环境变得很干净，然后也不会有味道。现场看也蛮多人在这边散步骑车，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清水步道的感觉。哇，那这个就是中立版的清溪川啦。老街溪源自龙潭大池，流经龙潭、平镇、中立，最终注入大园。由于流经中立老街而得名。随着都市发展，老街溪一度面临严重的污染与加盖问题，成了水泥排水沟般的存在。直到2011年，政府启动整治工程，拆违建还溪水，让老街溪摇身一变，成为串联自然与城市的清水绿地，成为当地人骑车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步道沿途设有景观台、清水平台与开盖广场，
开盖广场原是横跨老街西的老旧商场，商场拆除后，将遗留下来的商场地下室及当时开盖工程的墙体，再利用为跳井平台与多功能广场，为原本的空间注入新生命。另外，老街西步道也可以看到曾经是桃园最高的地标世贸财兴广场大楼，这里曾是远东百货以及SOGO 二馆所在地。当年商圈热闹非凡，曾是中壢发展的重点区域。不过，随着百货撤出，建物已闲置多年，商圈逐渐没落。直到2024年，终于有宝雅进驻，为这栋大楼带来久违的人气。虽然目前带来的人潮效果有限，但也希望这是活化这栋荒废已久大楼的一个新起点。中壢观光夜市发展始于1990年代初期，当时政府为了集中摊贩、改善交通与环境卫生，因而规划了这个夜市。也因位于新民路，又称新民夜市，总长700公尺，是体验享受夜市文化最理所当然的去处。老婆说，对于中壢夜市印象最深的就是蛇肉汤，那些蛇活生生的在你眼前关在笼子里，甚至扒了皮煮成汤。小时候看过，成为童年的阴影，挥之不去。这里也分享一下老婆的勇者朋友们曾经有吃过，若是介于鸡肉和鱼肉的味道之间，是好吃的，但我们还是不敢尝试啊。那先看一下是什么，我等下跟你点看看哦。好。好多哦，这个是双蛋的，对，糖粉很嫩，然后配上蛋也嫩的，然后酱有点蒜头的香味。哇，它一路烤，光它的调味我觉得就完胜。我觉得蛮好吃的。它的油葱酥很香，而且它的给的肉啊是吃得到肉的，不是说让你都是在吃皮。没错没错，这非常重要。味道是我喜欢的味道。赞。今天在我老婆的带领之下，好好认真的逛了一遍中壢，彻底的体验了老婆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哦。不过中壢蛮大的，今天算是只有逛了前站地区，之后有机会再带你瞧瞧后站还有龙岗地区。好啊，没有问题啊。那如果大家也是中壢人，或是有来过中壢玩，欢迎留言属于你的中壢回忆或是口袋名单。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的影片，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